农庄又将迎来新的品种，鱼塘的空间可以尽数利用起来了。每一期都有新的惊喜，这得益于熊哥说干就干，从不拖泥带水的实干精神。这是农场野猪群吃的最好的一顿，多种粗粮混合植物纤维以及丰富的淀粉，它们的体型也会得到快速的增长。小家伙们会在不久迎来对外的销售。新一天的来临，木薯粉的储存工作已经结束，多余的部分以袋装的形式堆放在一起。这些剩余下的口袋，熊哥还需要搜集起来，以便第2年使用。如今的老房子已经废弃，熊哥准备将制作猪食的厨房搬进屋里，毕竟空着也是空着。打扫干净地面，翻盖新房剩余下的红砖，可以搭建出一处像样的厨房。熊哥小推车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，即使几十斤的重量外加这样的斜坡，也没有因此而出现倾倒。还记得小时候推这个玩意儿的时候总是会歪，它可比学习自行车要难得多。你们学自行车的时候，是不是用老凤凰牌的28大缸，水泥还剩下3袋，拆一包混合好细沙？熊哥就在这里搭建一处像样的砖制灶台，先在地上规划出半弧形的设计，随着瓦刀有节奏的敲击，整个灶台的形状已逐渐成型。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进行挡风和聚拢，这样制作猪食的时候也会更加迅速。水泥的干燥还需要时间，只需要1天的等待即可投入使用。农庄中的鸡群都在寻找过夜之所，它们唯一的自保手段就是飞上树枝停留，而这也预示着森林的黑夜即将降临。随着鸡王强健有力的啼鸣声，农庄迎来了第2日的黎明。将钢筋制成的炉子移入灶台，熊哥开始了全新猪食的制作。先烧开半桶泉水，早晨舒适的天气让这些小家伙们玩性大发，他们彼此追逐打闹，相互之间的较劲也是在猪群中争夺地位。他们享受着丰衣足食这种自由的生活。奶爸正在为了他们的食物忙前又忙后，新嫩的香蕉树干必不可少，它富含高质量的植物纤维，这也是为什么熊哥总是使用它的原因。依然还是丝滑的切片，和阿三哥一样纯熟的刀法。再次获得这一堆香蕉树碎屑，全部倒入大桶中。新搭建的灶台会让其快速被蒸煮至成熟，火候已经差不多了。来上2碗米糠，再添加上金黄色的玉米粉，用山泉水进行稀释和搅拌，全部倒入蒸煮好的大锅中。燃烧的火堆会让所有的食材散发出营养。当然，要想称之为最好的一顿猪食，还缺少另外一样东西。刚刚粉碎好的木薯粉又怎么能少？丰富的淀粉含量既可以让猪群吃饱，又能让小家伙们快速长膘。搅拌1大桶，清理干净内部的杂质，将其倒入锅中进行混合。这样一锅浓稠的美食，哪个小猪仔看见了不迷糊？持续的加热已经开始让纤维和淀粉相互交融。在正式喂食前，熊哥还会将其进行稀释，取出一部分，剩下的用清凉的山泉水搅拌，这样的程度刚刚好，有汤有水又有料。猪群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它们全都围了上来，将猪食倒入到猪圈的猪食槽中。只有体型刚好的幼崽才可以进入到相应的猪圈中，这样的方式可以避免因为体型的差距而出现吃不饱的情况。3头成年野猪吃得很香，这是他们被饲养了1年的时间里吃的最美味的一顿。被强制断奶的少年7野猪群也聚集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，他们吃的都很开心。逐渐长长的体毛和健硕的身形，预示着他们在不久的以后都能够卖上非常好的价钱。只剩下黑猪妈妈和3个体型最小的家伙，他们只能跟随在黑猪妈妈的身后，才能被保护。基因的缺陷决定了他们不能长大。森林的大雾再次笼罩了农庄，这已是第3日的清晨。今天的熊哥要将新房的水电全部安装好，他已在新房中度过了好几天的黑暗，从老房子中取下电瓶。之前安装时候的场景依然还是历历在目。虽然这是熊哥购买的2手商品，但一直到现在都十分好用。简单的清理一下，还要将太阳能充电板一起移过来，重新整理好电线，满是灰尘的表面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的擦拭干净，依然还是跟新的一样。将擦拭好的电瓶放到床尾，这将会方便自己开关。再将仅有的2个节能灯拆下，熊哥今晚又将会感受到光明。然而想要将这么多电路彻底安装好，还必须要制作出一个梯子，劈砍几根粗细刚好的树干，切割出小段用于梯子的横梁，将2端劈砍成薄片，再选上2根较长且粗壮的毛竹，随着铁钉一根根夯入，一把扶梯就已彻底完成。熊哥通过太阳直射的角度来选定安装充电板的位置，只需将其倾斜放于前厅的屋顶，即可保证超过10个小时的光照。电线则刚好可以通过墙壁边缘的缝隙直接通入室内，电瓶还余存有电量，零火线相互碰撞就产生了火花。等到安装好，给人安全感的灯光就已亮了起来，将其悬挂于前厅，这样即使是黑夜的时候，熊哥也可以在此进行劳作。当然室内的灯泡也是同样，拼接的电线没有胶带就用塑料袋代替，只要将气捆扎包裹好，效果也是同样。电源的问题已经解决，山泉水的引入也需要处理。一节废弃的车胎大皮经过熊哥的心灵手巧，已变成用于捆扎的弹性橡皮。拿上购买的软管，只需将其接通到之前搭建好的水源管道上即可。
先利用吻合的接头将其固定，然后再通过新房的后方一点点的将软管铺设到预先选定的位置上，测量好大致的距离，剩余下的这些待会还需要用到，将原先的管道直接切断。熊哥要连接上一处用于分流的配件，这一根用于菜园的灌溉，重新进行铺设的这一根则会用于在老房子牲畜饲料制作用水。管道都已架设完毕，固定好水源的连接口，最后再用皮条进行加固。此时农庄所有需要用水的地方都已顺利送达，清凉的山泉冲洗着双手。我羡慕这样的生活，你呢？农庄会在以后迎来巨物，而熊哥也将再次感受到鱼竿被拉至大弯弓的快乐。青鱼的鱼苗已被放入鱼塘，再也不用担心老婆不让自己出去钓鱼了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又迎来了做不完的工作。今天他要将之前采收完的木薯地进行新一年的种植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饲养的牲畜持续拥有足够的口粮。先将木薯树干集中到一起，被采收完果实的根茎则需要单独的堆叠到旁边，否则它会阻碍木薯幼苗的生长。当然，木薯的种植非常简单，只需将树干分成小段，即可当作种植的对象。为了保证成活率以及新一年的产量，熊哥会选择保留每一小节上都有3到4个的树枝凸起，它们是之前生长出叶子的地方，只要将它们埋入地面，生长而出的就是全新的树苗。这片肥沃且疏松的土质一直都是种植木薯的首选。先间隔出大概的距离刨挖出浅坑，然后再横着放入一节木薯段，只需顺手将土壤掩盖完全，大自然的馈赠会重新赋予它生命。1个上午的时间，木薯的栽种已经完成。再次来到鱼塘边，看着挖掘的鱼塘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态，熊哥若有所思。然而正午的时间已到，野猪群的叫喊声就像闹铃一样，提示着熊哥又该制作猪食了。依然还是香蕉树干当做营养的配餐，米糠玉米粉也是必不可少。有很多老铁都比较怀疑之前储存木薯粉的方式，但其实这样的方法基本可以保存1年时间，不会变质的。已经吃过一次这样做出来的猪食的猪群，比之前更加疯狂了。他们奔跑在熊哥的身后，生怕会比其他同伴少吃上一口。猪群已经喂食完，下午的时间，熊哥也没有选择就此休息。为了增加今年的收入，他还要为柚子树进行人工授粉。先截取一段粗细刚好的毛主，再处理平整缺口和周身的倒刺，这是为了授粉特意购买的毛刷，它是由柔软的兔毛所制，既可以轻松蘸取花粉，又不会损伤花心。而这根毛竹的作用，则是让其可以采集到枝头的花粉，轻轻蘸取每一个花朵。金黄色的花粉已布满整个刷头，不同的花粉被混合到一起，再倾注到每一个的花朵上，这样便可完成人工授粉。虽然这是昆虫和蜜蜂的工作，但今年的柚子树已经进入了首次高产期，所以熊哥并不想错过。人工授粉可以保证每一朵花都会结出果实。1天的工作已基本结束，距离天黑还有一点时间。拿出先前晒制的芦苇花，制作一个扫把，可以保持居所的干净。从尾端捆扎结实，再用专用的针线固定好末端。这种大头针在我们这里是缝补大棚上的塑料磨的，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过了。最后将坚硬的尾端劈砍至整齐，用于清扫的头部也要整理出造型，插上一根竹竿当作把手，一个趁手又能扫地的扫帚就已完成。这里是自己的农庄，也是自己的生活，想要一切正常，就必须要面面俱到。毕竟一屋不扫，又何以扫天下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剪完头发、剃完胡子的熊哥，已顺路来到了养殖鱼苗的农户这里。昨天看着鱼塘若有所思的熊哥，已开始付出行动。这2个袋子中装的正是鱼苗。很多老铁肯定会问，熊哥之前不是自己去抓鱼的吗？为什么这次要选择购买呢？当然是因为这是在山上捕捉不到的品种，并且它十分高产和好饲养。带上这2袋鱼苗，让熊哥在攀爬山路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，万一出现翻车导致袋子破损漏气的话，那所有鱼苗都将会无一幸免。幸好一路跌跌撞撞，终于到达了农庄，全都搬运到鱼塘边，这才是属于真正的渔业养殖。打开包装警示的袋口，里面的鱼苗隐约可见，鱼塘中自生繁殖的鱼苗正在大口的呼吸氧气。熊哥将整个袋子都搬运到了水中，将袋口放低，第1条鱼苗正式入住新家。这些全都是草鱼，超过2两的体重，足以保证它们到了新的环境也可以快速的适应成活。而在鱼塘中养殖它们条件更是得天独厚，因为山里最不缺的就是青草。随着第2个袋子的入水，这么大面积的鱼塘中，熊哥已放了超过40条草鱼鱼苗，1年后就能体会到真正垂钓的快乐。届时还会害怕老婆不给自己外出钓鱼吗？当然，喜悦的同时，熊哥再次迎来了额外的工作。青鱼的生长需要大量的食物，熊哥又要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多出一项，不定时采集新鲜的青草。虽然这一点都不难，但是也需要占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来上一点草，再加上一些香蕉树叶，它们足以让这些鱼塘中的小家伙吃饱。不过既然已决定养殖，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要弄得像模像样。熊哥决定制作出一个饲养区，这样便可保持鱼塘内的干净与卫生。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尽量减少水面被覆盖的面积，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让水中的含氧量不被减少。
3根毛竹分别修整好两端，这样便可使其捆扎得更结实。将其丢入水中，一个被圈画出来的喂食区就已完成。所有的青草丢入其中，从此以后，这里就是所有鱼苗最喜欢的地方。真是期待着捕鱼的那一天。然而，正当熊哥想要结束今天的工作，却在鸡舍的旁边发现了一颗被乱丢的鸡蛋。已经废弃的鸡舍中也发现了2颗，看来农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会有未收集起来的鸡蛋。熊哥决定来一次大搜寻，提上竹篮铺垫好麻袋。首先来到的当然是固定好位置的鸡窝。一只母鸡妈妈正在忙于孵蛋，它的身下有接近10个的数量。熊哥决定只拿走旁边的，而旁边这个窝里也已几乎被下满，10来个的数量已几乎将竹篮铺满。再次来到老房子，这里的3颗品质也很不错，还有自己刚刚搬离的住房2层，这里也被母鸡当作新的产蛋点。才将农庄走了一半，此时的篮筐就已快装不下了。这2楼的角落里则收获了更多，这一处就是接近20颗数量，依然还是留下一个，只有这样母鸡才会在这里继续产蛋。再次来到自己新搭建的住房，就在堆放杂物的拐角，这里隐蔽的位置也成为了庄园中母鸡产蛋的地方。相信很多周边的草丛中也一定会有，只希望它们都能被孵化出鸡仔，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农庄吧。想要现在就将鸡蛋找出来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全部清点一下数量，40多个鸡蛋，是如今农庄3天的产蛋量。熊哥会把它们全部保存起来，等到最后一起进行销售，届时又会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再次受孕的野猪高高隆起的肚子，代表了它会在不久以后诞生出新一代的幼崽。抽出时间劈砍出竹片，农庄的菜园也迎来了再一次翻新。新一天的来临，阳光夹杂着微风，让整片山林都充满了生机。而熊哥终于有空余的时间，重新整理一下菜园。堆叠在一起的毛竹是一种资源的浪费，熊哥决定用它们来进行栅栏的打造，丈量出需要切割的尺寸。然而，想要将眼前这一堆毛竹全部切割完，可是需要不少的时间。为了提升自己的效率，熊哥在刚好的位置处固定上一个竹片，这样便可以在不需要测量的情况下，也能快速确定想要切割的长度，这能尽量减少自己的时间。当然，为了能够更好的提速，熊哥还用废弃的木板装订出了一个板凳，这样便可以以最舒适的姿势尽快进行。几十根的数量已经让熊哥的手臂开始感到酸胀，他需要将接下来的工作穿插进行。砍上一节树干，先将面前已经切割好的毛竹分解。树干的敲击可以省掉自己大部分的力气，不要觉得这项工作简单，它需要十足的耐心。等到熊哥将所有的竹片分解完，已经过去了接近1整天的时间。黑夜再次降临，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将所有的竹片处理完毕，劈上几根长的竹片，它们将会作为编织栅栏的横梁。鱼塘中的草鱼已快速适应了环境，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，又是一捆青草，这是它们今天的口粮。作为横梁的竹片已经处理干净，平行的摆放出3根，2片一组，保证足够的坚韧。等到编织完成，栅栏的形状就已完全确定，将其搬运到菜园，替换掉原先的丝网，这样不但可以清楚地标记出界限，还能一定程度上阻挡啮齿类动物的侵袭。周边用于支撑的木桩由于白蚁的啃食已经完全松动，熊哥还需要重新制作和穿插。削尖树干的一头，用大锤的力度将其狠狠地夯入，等到固定完全，再依靠着将栅栏竖起，一根一根将竹片敲入土层，最后用竹皮将其捆扎在支柱，这样边界感十足的菜园就已再次修整完毕。这是熊哥提前做的准备，因为蔬菜即将进入到可以重新种植的季节。随着雾气笼罩着丛林，熊哥终于可以迎来一天的休息。今天的他没有其他的工作需要处理，喂养农庄的牲畜和为自己做上一顿美食就是最好的享受。剩余下的鸡鸭群目前全部都在产蛋，充足的玉米供应也是让他们保证品质的关键。猪食也已经做好，偷跑出来的一个小家伙也加入到了黑猪妈妈的进食行列。少年期的猪仔们体型越来越大，他们时常会因为进食而发生争抢。熊哥在盘算着要将他们售卖出几头，这样不但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，同时还能带来额外的收入。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迫于无奈，毕竟都是自己一点点喂养起来的。但农庄中的雌性野猪已经怀有生孕1个多月的时间了，它的肚子比之前还要大。熊哥通过手掌的抚摸，就可以大概的推测出分娩的时间。这头母猪可能再有2-3个星期就会再次诞生出幼崽，届时自己就将要分出大部分的精力。然而不知道这次这一窝又会迎来多少个新生命了，熊哥很是期待。牲畜都已喂完，昨日采集的青草已被鱼群吃完，熊哥还要准备一下今天的口粮。鲜嫩的香蕉树直接从根部砍断，叶子可以喂鱼，树干则可以用于明天喂食猪群。剪干净被吃的只剩下叶茎的残渣，然后再将香蕉叶铺满整个喂食区，所有鱼苗都会在充足食物的供应下快速成长。熊哥坐在鱼塘的边沿，成群的鱼苗会给未来的生活增添一份保障。回到住所要将这里重新打扫干净，由于要犒赏一下自己，所以熊哥利用制作猪食的时间赶了一趟早集。他购买了食材的同时，也买了一件2手的储藏器具，
将其装订在墙上。有了它，生活用品就不用再放在地上，它们也会比之前干净上许多。小猪仔黏着妈妈，老黄牛也在寻找着青草。熊哥也该制作一顿只属于自己的美食，还是王寡妇那买回来的猪肉，全部切成大块的长条。他要做一顿越南的特色美食——番茄猪肉炖粉条。先将猪肉煸炒至出油，西红柿切块，再直接丢入锅中，利用炭火的高温将其蒸煮成泥，最后再加入山泉焖煮，等待水开，下入提前浸泡好的粉条，只需稍微的过热，一份地道的越南美食就已完成。装上满满的一大碗，撒上小葱花，一盘自己种植的生菜，有汤有水有荤有素，既健康又营养。乖乖和小黑已经很久都没有出镜了，他们依然被喂养得很好，他们也将继续的守护着熊哥。农庄迎来购买野猪幼崽的商人，他要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，无论是从吃食表现还是活跃程度。然而你知道这样一头小野猪，它的售价是多少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刚下完蛋的母鸡正在用泥土进行降温和驱虫，而农庄也迎来了一位当地的村民。他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了熊哥的农庄所在，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购买熊哥精心喂养的野猪。熊哥很是开心，因为这是自己野猪品质优良的证明，也是减轻负担和创造收益的机会。熊哥带着他来到了少年期野猪群的猪圈旁，并且也在一一介绍着哪几头猪是同时生下的。平时的每一顿都喂养得很精细，所有的食物也都是优先供应给这些小家伙。不太放心的小哥还需要思考，他还无法立即做出决定要购买哪一头。熊哥又将他带到了成年野猪这里，让他看一下幼崽的血统。3只都是在山林中捕获到的纯正品种，正是依靠着他们农庄才有了如今的规模，所以所有的幼崽全都血统纯正，基因良好。小哥也是非常满意，因为他看到了雄性野猪的鬃毛。熊哥讲述着抓捕他们的经过，并且在传授自己是如何一步步的驯化并饲养它们。小哥此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购买猪仔回去进行喂养并繁殖，所以他也向熊哥请教了很多。当然熊哥也是一点都没有隐瞒，他在亲身示范自己是如何和这些野猪建立起关系。所有的小家伙都经过了自己无数次的抓养，熊哥就像是父亲一样，给予他们悉心的照顾。猪食已经做好了，熊哥该去准备了。小哥自己一人尝试着接触一下小野猪，将猪食装出。小哥保持全程跟在熊哥的身后，他细心的观察，想要完全按照熊哥的方法进行复刻，这样自己回去以后便可以更好的进行饲养。看着活泼的野猪群，每一头都被熊哥喂养得如此好，小哥也是坚定了购买的选择。不过他正在观察，他要挑选出进食最好的那一头，毕竟是自己第一次进行饲养，要是买回去后食欲不振，就很可能会让自己的钱白白浪费。3头成年野猪正在进食，熊哥在小哥羡慕的眼光中找到了成就感。小哥已经决定购买了，但是在回去之前，他还想带上更多的农产品。拿上锄头，他要和熊哥一起进行采集。不远处的斜坡上就有熊哥之前栽种下的生姜，他要比在集市上购买的新鲜很多，并且熊哥也给了他很实惠的价格。轻轻的刨挖开地面，完全长成的生姜即可被连根拔起，这是越南每顿饭都必须要有的调味料。仅仅一小片的地方，小哥就已收获到了很多。拿起其中的一颗，小哥又向熊哥请教起了生姜究竟该如何种植。熊哥也是拿起了一根演示着，只要将生姜侧面的小块掰下，放入土中即可，就连哪个地方会生出嫩芽也都一一的进行了讲解。不得不说，熊哥的淳朴真的和原生态的山林很配。当然农产品又怎么能少得了这些营养丰富的草鸡蛋呢？熊哥拿上袋子分装了几颗，这是自己赠送的，并不会另外的收取价格。该去抓小野猪了，而这个麻袋就是最好的盛装工具，可以自由活动的同时，也能保持猪仔的自由呼吸。然而小哥的预算有限，他只能买得起最小的猪。圈中的2只初代杂交幼崽就是自己选好的，它们在成年后体型会比纯正的野猪大上许多，这样也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润。熊哥抓捕小野猪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，小家伙们只会觉得接近自己是为了给自己抓痒，所以整个的抓捕过程非常顺利。然而其他野猪幼崽却是害怕的，全都躲在了角落。为了能够让它们呼吸顺畅，熊哥也是特意的在袋子上割出了2道口子，调整好摩托车的角度，将小猪仔横跨在后座。该是结账的时候啊，熊哥口述着自己喂食到现在的成本和辛苦，而小哥也顿时掩饰起了商人的嘴脸，他在讨价还价。最终熊哥以50万1头的价格达成了交易。望着小哥远去的背影，此时的熊哥应该非常后悔自己赠送出去的几颗鸡蛋吧。看着熊哥不舍的背影，此时的他是开心还是难过？坐在前厅的边缘，再次清点刚得的钱款，这是今年农庄迎来的第一笔收入，熊哥要好好的保存起来。清扫干净庭院，将黄牛母子牵回，云层的汇集也标志着一天的结束。随着阳光的再次笼罩，熊哥又迎来了新一天的工作。现在的气温已经逐渐升高，太阳的炙烤也已逐渐强烈，是时候要给黄牛母子搭建出一处像样的牛棚了。搭建的选址，熊哥有着自己的考虑，他要将其搭建在柚子园的中间，这样便可以
将老黄牛的粪便进行直接利用，它们会给果树带来足够的营养。位置已选定，熊哥便要将这里进行初步的整理。先刨挖出较为平坦的空间，再大致的测量一下搭建的范围。而对于材料的选择，搭建新房所遗留下来的木桩就刚好适合，它们的表面经过了碳化的处理，这足以保证它们可以维持足够久的时间。搬运过来的木桩直接进行分类，所需用到的木头也全部归置到一起。然而等到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，熊哥的体力已出现了明显的透支，毕竟每一根木头都有近100斤的重量，来来回回已经好几十趟了，看来只能是明天继续搭建了。伴随着清脆的劈砍声，牛棚搭建的工作正式启程。原先木桩上所进行的榫卯工艺，可以通过改造被刚好的利用，它们会让搭建起来的框架足够的稳固。挑选出每一侧需要用到的材料，先将其放到指定的位置，便可以在平面上进行接下来的操作。熊哥没有选择先将立柱竖起，而是先用铁钉将两侧的形状先行固定，最后只需要将其整体的竖起，即可达到同样的效果。这样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自己的体力消耗，毕竟想要将如此重量的木桩抬高并进行安装并不容易。所有的操作都已完成，现在只需将其竖起，牛棚的结构即可变得鲜明。当然，为了进一步的确保不会遭到白蚁的啃食，克强选择在木质框架的底部用石块进行铺垫，如此不但避免了挖坑的麻烦，并且还可以很好的寻找到平衡。等到将两侧完全竖起，位置宽敞的牛棚框架就已初具雏形，最后只需要用横梁进行4边的固定，即可让其形成互有拉力的整体。随着最高处的木桩被固定结实，熊哥的牛业养殖也进入了正式的轨道，就让我们一起好好期待吧。